說起大語言模型，你可能覺得這是最近2年才火起來的東西，但實際上這場革命的導火索在2017年就點燃了，而且點火的還是一篇論文名字特別搖滾的文章，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這標題翻譯過來就是有注意力機制就夠了，聽起來像是在勸你專心做事，但其實它改變了整個 AI 行業的遊戲規則。2017年之前 ，AI 處理語言的方式特別笨。當時主流的是 RNN 和 LSTM 這些模型，它們處理句子就像你看小說一樣，必須從第一個字一個字往後讀，不能跳着看，更不能倒回去。這導致2個問題：第一，處理速度慢得要死，因為不能並行計算；第二，句子一長，前面的信息就忘了，就像你看完一部3個小時的電影，開頭演了啥根本記不清。然後 Google 的8個研究員坐不住了，他們在2017年6月发表了這篇論文，提出了 Transformer 架構。這個架構的核心是什麼？就是自注意力機制。聽起來挺玄乎，但道理很簡單。比如你看到這句話，我到達河邊的銀行後，這裡的銀行是指金融機構還是河岸？傳統模型可能要前後讀好幾遍才能判斷，但 Transformer 可以一次性看完整句話，立刻注意到河邊這個詞，瞬間就知道這裡說的是河岸。更牛的是 Transformer 可以並行處理。以前的模型就像单線程的 CPU， 一個字一個字處理。Transformer 就像多核處理器，可以同時處理整個句子的所有部分。這讓訓練速度提升了好幾個數量級。Google 在那篇論文裡說，他們用8個 GPU 訓練了3.5天，就達到了之前模型需要好幾週才能達到的水平。但這篇論文發表的時候，壓根沒人想到它會引發這麼大的浪潮。當時大家只是覺得，機器翻譯又進步了一點。論文的標題還致敬了披頭士的歌 All You Need Is Love， 挺文藝的。結果沒想到，這個架構後來被引用了17萬多次，成為21世紀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而且有意思的是，寫這篇論文的8個人後來全都離開了 Google， 要麼去創業，要麼去了別的公司。Transformer 發布後不到1年，2個關鍵模型幾乎同時出現了。2018年6月 ，OpenAI 發布了 GPT-4，只有 1.17 億個參數。別小看這個數字，在當時已經算是巨型模型了。之前的語言模型也就1000萬參數左右。GPT 的全名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意思是生成式預訓練 Transformer。它的訓練方式很特別，先在海量文本上無監督學習，讓它學會預測下一個詞，然後再針對具體任務微調。這種方法在當時是突破性的，因為以前訓練 AI 需要大量人工標注的數據，貴得要死。幾乎同時 ,2018 年10月 ,Google 發布了 BERT。BERT 的全名是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雙向編碼器表徵。它和 GPT 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GPT 只能從左往右預測下一個詞，就像你寫作文，寫到這裡了就只能往下寫。但 BERT 可以雙向看，既能看前面的詞，也能看後面的詞。比如我去取錢，BERT 能同時看到我去和取錢，立刻就知道中間應該填銀行。BERT 在 Wikipedia 和 Google 圖書語料庫上訓練了4天，用了64個 TPU。TPU 是 Google 專門為機器學習設計的處理器，比普通 GPU 還快。BERT 發布後，立刻在11個自然語言處理任務上刷新了記錄。更重要的是 ，Google 把 BERT 應用到了搜索引擎上。2019年底 ，BERT 已經在處理70多種語言的搜索查詢了。你現在用 Google 搜索，背後就是 BERT 在理解你的問題。但真正讓大語言模型從實驗室走向大眾視野的是2019年2月的 GPT-4。這個模型有15億參數，是 GPT-4 的10倍多。OpenAI 訓練它用了800萬個網頁的數據。但最瘋狂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 OpenAI 當時做的決定，他們拒絕公開完整的模型。理由是什麼？太危險了。GPT-4 生成的文本太逼真了，他們擔心被用來制造假新聞、釣魚郵件、假論文。這在 AI 界引發了巨大爭議，有人說 OpenAI 是在炒作，也有人說這是負責任的做法。最後幾個月後 ，OpenAI 還是把模型公開了，因為他們發現擔心有點多餘。現實中的濫用沒有想象中那麼嚴重。然後來了真正的重磅炸彈 ,2020 年5月的 GPT-3。這玩意兒有1750億參數，
比 GPT-2 又大了100多倍。它在3000億個 token 上訓練，如果用單個 GPU 訓練，需要3-5年，花費460萬美元。但因為用了成千上萬個 GPU 並行訓練，實際上幾個月就搞定了。GPT-3 最牛的地方是少樣本學習，就是你給它幾個例子，它就能學會一個新任務，不需要重新訓練。比如你給它幾個音譯法的例子，它立刻就能翻譯其他句子。這已經非常接近人類的學習方式了。GPT-3 發布的時候 ，OpenAI 只通過 API 提供訪問，你想用的先申請。但開發者社區已經瘋了，各種基於 GPT-3 的應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寫代碼的、寫文章的、做客服的、設計網站的。突然之間，大家發現 AI 不只是研究玩具，而是可以實際創造價值的工具。但故事到這裡還沒完。2023年2月 ，Meta 突然殺出來了，他們發布了 Llama 模型。這個名字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Meta AI 的縮寫。Llama 最大的特點是開源，或者說部分開源。Meta 只給研究人員提供訪問權限，但沒想到模型被洩露了，很快就在互聯網上流傳開來。這一下開發者社區徹底炸了，因為之前的 GPT-3、BERT 這些要麼閉源，要麼需要巨大的計算資源。但有了 Llama， 個人開發者突然發現自己也能在筆記本電腦上運行和修改大語言模型了。這引發了一場開源 AI 的淘金熱。幾個月內 ，Alpaca、Vicuna、Stable、Dolly 這些模型紛紛冒出來，大多基於 Llama 改造。人們開始探索如何用更少的數據、更小的模型，達到接近大模型的效果。有個 Google 工程師還洩露了一份內部備忘錄，說他們的閉源模型根本競爭不過開源社區的創新速度。這份備忘錄的標題就叫“我們沒有護城河”。Meta 後來索性徹底開源了。2023年7月發布 Llama 2的時候，他們直接允許商業使用，只要你的產品日活躍用戶不超過7億。這個限制基本上只針對 Meta 自己的競爭對手 Google 和微軟，其他所有人都能免費用。扎克伯格的邏輯很清楚，與其讓 OpenAI 和 Google 壟斷 AI， 不如把技術開放出來，讓整個生態系統幫我對抗他們。但真正引爆全民 AI 熱潮的，還是2022年11月30日發布的 ChatGPT。這個產品基於 GPT-3.5 參數大約3550億。技術上它沒有革命性突破，但它做對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用戶界面。之前的 GPT-3 雖然很強大，但要通過 API 調用，普通人根本不會用。ChatGPT 就是個簡單的對話框，你輸入問題，它回答，就這麼簡單。這個產品2個月就突破了1億用戶，成為史上增長最快的消費級應用。ChatGPT 背後還用了一個關鍵技術 RLHF， 也就是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簡單說就是讓人類給 AI 的回答打分，告訴它哪些回答好，哪些回答不好。AI 根據這些反饋不斷調整，變得越來越符合人類的期待。這讓 ChatGPT 不僅能回答問題，還能拒絕不當請求，避免生成有害內容。ChatGPT 的成功讓所有科技巨頭都坐不住了。Google 在幾週內就推出了 Bard， 雖然一開始表現不太好。微軟把 GPT-4 集成到了 Bing 搜索，各種國產大模型也開始井噴，文心一言、通義千問、訊飛星火都想分一杯羹。但在這場瘋狂的競賽中，有一家公司選了一條不同的路 Anthropic。這家公司是 OpenAI 的前員工創建的，包括前副總裁 Dario Amodei。他們在2021年離開 OpenAI， 理由是擔心 OpenAI 過於激進，不夠重視安全。2023年3月，他們發布了 Claude 模型，用的是一種叫 Constitutional AI 的技術。什麼意思？就是給 AI 制定一部憲法，一套明確的價值觀準則，讓 AI 學會自我批評和修正。這個憲法包含75條原則，部分來自聯合國人權宣言。Constitutional AI 的好處是什麼？首先，它更透明，你能清楚看到 AI 遵循的原則。其次，它不需要人類審查員去看那些惡心的、暴力的訓練數據。因為之前 OpenAI 被爆出，為了訓練 ChatGPT 不生成有害內容，他們僱傭了肯尼亞的廉價勞工，每小時只付不到2美元，讓這些人整天看兒童性虐待、自殺這些極端內容。Anthropic 用 AI 監督 AI，避免了這個道德困境。
但這條路也有代價。Claude 有時候過於小心，你問他個正常的系統管理問題，如何在 Ubuntu 服務器上殺掉所有 Python 進程，他可能拒絕回答，因為理解成了殺人。這引發了關於對齊稅的討論。為了讓 AI 符合道德標準，我們要付出多少性能和實用性的代價？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 GPT-4、Claude 3、Llama 3這個時代。這些模型不僅能處理文本，還能看圖片、聽聲音、生成代碼。GPT-4 的參數據估計有1到1.8萬億，是 GPT-3 的10倍。但有意思的是 ，OpenAI 不再公布確切的參數數量了，因為他們發現參數多少已經不是唯一的競爭力。訓練數據的質量、模型架構的優化、對其技術的改進，這些都同樣重要。這就是大語言模型的故事。從2017年的一篇論文到現在，每個人都能用 ChatGPT 寫作業 ，Claude 幫忙編程 ，Llama 跑在自己電腦上。短短7年時間，我們從 AI 能不能理解人類語言，進化到了 AI 比人類寫的還好。這個速度快到連研究人員自己都措手不及。但這場革命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些模型到底是工具還是威脅？是會讓人類更聰明還是更懶？是會促進創新還是加劇不平等？開源好還是閉源好？誰來決定 AI 的價值觀？這些問題現在都沒有答案。唯一確定的是，這場競賽還在加速，而我們所有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已經身在其中。